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敏，又见面了。这一期还将继续计算机方面的内容。用过 Linux 的都知道，程序在严重崩溃的时候会有 core dump，Windows 下面也叫 memory dump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什么是 core？ 为什么叫 core dump？ core 和 memory 有什么关系呢？原理上来说，计算机都要有内存，给 CPU 执行程序提供操作的空间。这样的内存需要有随机访问的能力。也就是有个地址就能访问其中的内容，不需要像磁带那样从头到尾顺序访问。现在常见的内存是动态随机存取的 DRAM， 它的基本单元是一个电容和一个晶体管，电容有电就是1，没电就是0，晶体管来控制读写。但因为晶体管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漏电，这个电容会需要定期充电，时刻处于动态之中，这也是它名字里动态的来源。因为 DRAM 结构非常简单，密度很高，成本可以做到很低，这些特性使它被广泛用于 CPU 用的主存、GPU 用的显存这些需要大容量存储空间的地方。另一种类型是静态随机存取的 SRAM， 常见的 SRAM 基本单元需要6个晶体管，因此也被称为 6T SRAM， 其中4个用于保存0还是1，另外2个作为读写控制。它不需要定期充电，但密度略低，成本高得多。一般用于 cache 和偏上存储空间这类空间不需要太大、速度要求较高的地方。这2种都是易失性的存储方式，只要一断电，上面的内容就消失。但这些都是现在的，在半导体技术和集成电路发展起来之前，内存是什么样的呢？内存的存储单元本质上就是把能量短暂的保存住，使得一个位的信息可以得以保持，所以用电容是个很自然的想法。能量被保存在电场里，往里写1就是充电，往外读取就是测量电压。除了电场，另一种可以高效存储能量的方式就是磁场。写入1就是把电流转成磁场，读取就是把磁场转成电流。电感也是这个原理，在磁场和电流之间转换。在实际中，这样的磁场暂存在一个环形的铁氧体磁性材料中，这就是磁芯 core。但因为是靠电流工作的，读取的时候能量必须转移出来，结果就是每次读取之后，里面的内容会被擦除，属于破坏性读取。所以如果读到的值是1，就需要再次充上电。因此，磁芯需要有个配合的自动充电电路才能正常工作，这叫做读后记写。发明人是著名的华人计算机科学家王安。作为内存的磁芯存储器会组成一个2维阵列，每个磁芯表示1位。中间有一横一竖2条导线经过，每条线上的脉冲电流产生的磁场都不足以给磁芯充能至1的程度，但2条加起来就够了，这样就能通过2维坐标操作一个磁芯。这个2维阵列就成了可以随机访问的存储空间。因为信息是保存在磁芯的磁场上的，和电路本身电气隔离，即便系统断电，只要不读取，信息就能保存比较长时间。这套系统抗干扰能力强，在太空中使用也可以保证稳定性，不过密度低得惊人。磁芯的体积终归要那么大，一块板上放不了多少位。比如这块 10.8 乘 10.8 厘米的板子，也就能放4096位，也就是512个字节。一立方体的体积只有 128K 字节的空间。这时候，如果程序运行出错需要 debug， 就需要把每个磁芯上的内容一位一位转移到外存，用于分析错误所在。这个过程就叫做磁芯转储 core dump。 磁芯因为密度不高，还只能手工组装，成本很高，后来的改进称为磁度线存储器。这种存储器不需要独立的磁芯，而是在导线外面裹一层透磁的铁镍合金，信息存储在导线本身的磁场上，可以安排出更高的密度，以及通过机械自动组装，成本大大降低，甚至哈勃望远镜上还在用。直到现在，虽然早就不用磁芯来做内存，但内存存储单元仍然称为 core， 把内存里的内容转移出来的过程仍然称为 core dump， 这些术语像化石一样被保留下来。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，在这里 core 是个表示磁芯的名词， core dump 表示的才是一个操作。很多人不明就里，用 core 作为 core dump 的缩写，说程序运行的时候 core 了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宁可说 dump 了也不能说 core 了。当然，更广泛的错误来自于中文翻译。不知道这段历史的外行把 core dump 翻译成核心转储，
虽然说计算机领域很多时候确实是用 core 来表示核心，但这里不是啊。还有一些外行媒体把 core 和 kernel 混为一谈，看到 core 就说成内核，这就更糟了。顺便说一下，那个年代的只读存储器 ROM 也是用磁性材料来存储信息，这个称为磁芯线存储器 Core Rope Memory。虽然同样是用磁芯保存信息，但磁芯线存储器的每个磁芯可以保存多个位的信息。多条线经过一个磁芯，从中间穿过表示1，从外面经过表示0。由于不需要考虑动态写入，这么多位可以共享一个磁芯。这么一来，密度可以比磁芯存储器高18倍。程序写好后，需要靠织布的方式把一堆导线和磁铁交织起来，形成一个只读的程序。阿波罗登月计划里用的导航计算机 AGC，ROM 的有效空间是 72K 字节，每个磁芯最多有192条线经过。程序由 MIT 的程序员写出来，再由纺织工人手工编织组装。本期考了个股，看看早期如何用磁芯作为存储的介质，以及当时的技术如何影响着现在的术语。下一期将来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